70年代末，和知青怀城消息一起传回来的，是我丈夫的骨灰。秀兰同志，小何已经走了，按理来说应该让你回城，但你婆婆如今孤零零一人，你该肩负起照顾她的责任。上一世我思虑再三，答应了。直到伺候婆婆至过世，我才知道丈夫根本没死，他只是和村长的女儿去城里安家生子了。于是这一次，我亲手给丈夫办了销户。既然要假死，那就不如死得真一点。这一世再次听到我丈夫去世的消息，我心里鄙夷，却装作悲痛的几乎站不住。怎么会这样？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天人永隔。秀兰，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是看着小何长大的，他出意外我也很难过。你要振作起来，村里会安排人帮忙一起料理小何的后事。我想再看看他，就看最后一眼。小何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我给小何选了一块风水宝地，让他入土为安吧。我抱着骨灰盒，泣不成声。婆婆更是哭得几乎要晕死过去，她不停捶打自己的胸口，嘴里喊着我儿命苦。我们俩抱头痛哭了一会儿，才逐渐平息了些。婆婆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抽噎。秀兰，小何不在了，你也不用管我这个死老婆子了。你应该回到大城市去享福，妈不能耽误你啊。秀兰同志，虽然于理来说你该回学校深造，可小何意外去世，他家里却只有一个寡母，你该担负起照顾婆婆的重任啊。我低垂着头抹泪，内心却无比怨恨。上一世也是如此，丈夫意外身亡后，我放弃了大好机会留在村里照顾婆婆。众人不住地夸我有情有义，说老何家娶了我是烧高香了。婆婆也以一朝以退为进，让我深感愧疚，发誓要好好照顾她。我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媳妇，这辈子对得起丈夫一家。为了照顾婆婆，我尽心尽力，一个人打理家里10几亩地，毫无怨言。婆婆患病需要长期吃药，为了赚钱，我还在村里弄了一个鱼塘养鱼，年纪轻轻便累出一身病。直到婆婆寿终正寝后，衣冠楚楚的丈夫出现在家门口，身边还站着村长的女儿和他们的一双儿女。那时我才知道，丈夫为了跟村长女儿双宿双飞，竟然伙同婆婆等人一起骗我。村长女儿更是占了我的知青回城名额，在城里得到各种优待，而我却没来得及找他们算账，就因过度劳累猝死。我死后，丈夫自然而然继承了婆婆的祖宅，还将我辛苦建起来的鱼塘霸占，夺走了我所有的存款。遥想我前世，竟然一辈子都在为他人做嫁衣，幸好上天垂怜，让我重来一次。我一定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见我不说话，婆婆又哭了起来。村长张嘴想说些什么，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也不放心把妈丢下。咱们先给小何办理后事，让他入土为安吧。婆婆和村长连连点头，准备去张罗村民到家帮忙。而我迅速赶回家中，找到了户口本，以最快速度赶到了派出所。同志，我丈夫去世了，我来办销户。等丈夫的销户证明被我握在手上时，我勾唇笑了。渣男，既然要死，那就死得彻底一点吧。办好销户证明后，我返回了村里。此时婆婆家里已经围着不少村民，堂屋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是一个骨灰盒以及丈夫何建业的遗照。这时候火化的家庭并不多，农村家家户户还是保持老传统土葬，大家一致认为人死了就是要入土为安，一把火烧了是对逝者的不敬。前世我也疑惑过，咱们为何早早将建业遗体火化，不留个念想吗？作为知识青年，
何建业当然要响应国家号召，做一个表率。何建业死前的遗言就是要走火化，他不愿意让亲人看见自己肢体破碎的身体。当时的我听到这番话，哭得更加伤心，只觉得何建业人品高尚，哪怕丢了性命也要为他人着想。可是如今重来一世，知道所有真相的我，只为自己感到悲切。我任劳任怨一辈子，都在给何家做牛做马。而这死老太婆，为了自己儿子能跟村长女儿双宿双飞，能让他以单身的身份在城里过好日子，不惜编造出儿子意外去世的谎言。这一世，我必然让何建业身败名裂，不止销户，更要一辈子销声匿迹。秀兰，你刚刚干嘛去了？快来帮忙！我打算把我那块墓地用来安葬建业，让他早些入土为安。我点点头应下，跟着一起操办后事。当地的风俗，家里的年轻人若是出了意外死亡的，丧事必须从简。于是只办了简单的吊唁后，我就披麻戴孝地抱着骨灰盒，一边哭一边将骨灰盒安葬入土。村里不少人都随了礼金，这些礼金都被婆婆用一个小铁盒装好，放在了自己的床底下。前世我心疼她老来丧子，从来没开口要这笔钱。可收了礼金后，家家户户的礼金都是我赚钱去还。直到婆婆死后，何建业上门，我才知道婆婆不仅将礼金全都寄给了她，还把我每个月给的零花钱一一寄走。怪不得上一世的婆婆老是以各种借口问我要钱。我命苦啊！一把年纪没了儿子，身上也没钱，一点保障都没有。妈，万事有我呢。那这个月的钱你尽快拿给我。为了照顾婆婆，我甚至放弃了知青回城的机会，把自己一辈子都留在了这个小村庄里。而村长却把我的回城名额调换给了自己女儿，让何建业跟他女儿在城里双双当上老师，两人桃李满天下，退休后还有不少的补贴跟退休金。一想到前世这些，我就气得牙痒痒。我大好的青春被一个谎言给荒废了，最后还因为劳累英年早逝。这一世，不仅礼金我要拿着，何家欠我的我也要一并讨回来。丈夫的丧事办完后，我拿起回礼的册子细细看了一遍。村里除了村长一家跟婆婆一家都不知道何建业假死的事，所以家家户户都随了礼金。数了数，居然有1000多块。这时候的1000多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不让婆婆把这笔钱寄给何继业，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次日一早，我去找村长申请单亲家庭补助，同时要求把何建业名下的房子以及屋里所有东西都转让到我的名下。村长十分为难，他女儿跟何建业搞到一起了，那这房也就有他女儿的一份，他怎么舍得转给我呢？于是我戏精上身，开始抹眼泪。村长，建业早早去了，只留下我和婆婆2人。我还那么年轻，如果没有房子做保障，以后老了被家族其他人赶走怎么办啊？村长看着逐渐聚过来的村民，冷汗直下。眼看周围村民开始议论纷纷，我哭得更加大声。我要照顾婆婆一辈子，我也得有个保障不是？而且我家只有何建业一个劳动力，现在他死了，我不来申请补助，我们娘俩怎么过呀？迟早要饿死。秀兰，你先别哭了，房子这事儿也得问你婆婆同意才行。至于补助，我会给你去申请的，能申请多少就要看上面了。妈，以后我就是你亲女儿，你把房子转到我的名下来，以后我给你养老送终。村里没有女人继承房子的规矩。这个规矩是谁定的？女人继承房子犯法吗？何建业死了，我就是他房子第1顺位继承人。没有房子做保障的话，我也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
我还那么年轻，要不然我就改嫁算了。啊？何建业跟王翠莲在城里不愿意回来，婆婆跟屋里的10几亩地也得有人照顾才行，而我就是这个最好的劳动力。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何建业为什么不直接跟我离婚，而是弯弯绕绕想出假死这样的骗局来。现在我知道了，作为老师，如果传出去他变心爱上别人，从而跟自己结发妻子离婚的话，对他的仕途名声都有巨大影响。在这个年代，离婚可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而且由我来照顾他妈和家里的地，他在城里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还不需要承担养老送终的责任，一举多得。只需要牺牲我一个人，就可以换来他一辈子的幸福。所以这一世，我咬死了必须要把房子转到我的名下。可婆婆怎么说都不同意。建业是死了，但他妹妹建梅还在，我这老太婆也还在。房子转给你，算怎么回事？哼，那你去建梅家养老吧。妈，不给我任何保障的话，对我来说也不公平。婆婆绝对不敢住到小姑子建梅家里去。婆婆只有何建业、何建梅2个孩子，可她重男轻女，从小对建梅非打即骂。建梅嫁人后几乎不回娘家，再加上婆婆年轻时太苦太累，干不了重活，常年都在卧床休息，对自己儿女来说就是个累赘。她现在能靠的只有我这个儿媳。我得考虑一下，这房子是何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祖宅，一下子转给你，我怕不好给列祖列宗交代啊。妈，活人就别在意死人的看法了。你考虑一下吧，这知青要返城了。如果您不想给我房子的话，我就返城去学校深造了。毕竟我还那么年轻。秀兰，她是你婆婆，哪怕建业不在了，她也还是你婆婆。你丢下她不管不太好吧？而且返城的名额都已经报上去了，你现在想返城已经来不及了。村长，道理我都懂，要不然你看看号召一下村委会，想想怎么帮帮我婆婆吧。我一个人也是爱莫能助。村长还想来劝我，我赶紧挖出他怕暴露的丑事儿来。另外，咱们村返城名额有几个？村长，咱们这片下乡的知青没多少个吧？村长果然脸色一变，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可这也是没办法的。返城的事儿也是学校那边提交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先回去吧，我和村长商量一下，毕竟这是我们家的祖宅。我立马回了家，冲进婆婆的房间，拿出她床底下的铁盒，将里面的钱全都拿了出来，又撕了一些纸张进去。这铁盒子左一层右一层包得严严实实，我打开之前还特意观察过打包顺序，然后将铁盒子原封不动地放回原位。不知道何建业收到铁盒子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晚些时候婆婆才阴沉沉地回了家，看到家里还是冷锅冷灶。你怎么没做饭？建业不在，咱们的日子也要过啊。我伤心过度，完全没有胃口。妈，建业刚走，你胃口那么好吗？你怎么一点也不悲伤，像是建业还活着一样？人活着总是有希望的，我也是希望我们好好生活，别让建业担心。房子的事儿我和村长商量了，你还那么年轻，要留在村里照顾我一个老太婆也不容易。房子该是给你的，明天咱们就可以去村长那里过户，让村长和其他村干部们做个见证。闻言，我不自觉地微微勾起唇角。在这个年代，只要有了村干部的见证，将地契写上我的名字后，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来反悔都没用。当房子转到我名下的那一刻，我激动地逼住了呼吸。这一次，我要让何建业真正的无家可归。虽然宅基地不能自由买卖，但我可以不让他们住啊。他们在城里快活，还有老家的宅基地做后盾。到时候老了想落叶归根，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办了过户手续后，婆婆脸色有些不好，她回家拿了自己的铁盒子，说要去一趟镇上。我知道她是要去寄钱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快要入睡的时候，婆婆怒气冲冲地踹开了我的房门。你给我儿子销户了？我顿时清醒过来。是啊妈，人都死了，当然得销户，留着也没意义啊。
而且我要去申请单亲家庭补助，必须要提交死亡证明。这个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是给何建业销户最有利的资料。奇怪的是，这2个证明都是镇上的医院和火化场开的有效证明，只有村长才有那么大的力量弄来这些。如今村长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前世我在咽气之前才知道，村长在镇上的医院和火化场都有认识的熟人，何倩叶能成功销户，他可帮了不少大忙呢。婆婆气得捂着胸口，站在门口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你这个毒妇！妈，你怎么了？我给建业销户，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婆婆有些语无伦次，她不能说出真相，只能指着我气得发抖。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就擅自做主？建业的户要销，也是我去销。你一把年纪了，销户这种事儿当然是我去了。我是建业的妻子，我怎么没有资格给他销户？他人都火化了，销户不是很正常吗？好了妈，我知道建业没了你心情不好，反正不销也销了，建业人都没了，留这个户口也没什么用，先去睡觉吧。我起身将婆婆往门外推，她瞪着我，嘴唇腻如了半天，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知道，大概是她去祭钱的时候被告知压根没这么个人。被销户后，何建业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死人，别说知青返城了，就是去城里租个房子都成黑户了。何继业想要恢复自己的身份，就得去派出所，然后还得回村里找村支书要证明，否则他的户口无法重新办理。这不仅是麻烦，更重要的是，如果何建业以活人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到时候他又该怎么解释自己假死的事呢？我十分期待。婆婆愤怒至极，现在不仅房子在我名下，假死的儿子在法律上还变成真死了。我听到她在隔壁房间抽泣的声音，不由自主地笑了。死人好当，活人好当，活死人可不好当啊！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发现，盒子里的那笔钱早已经被我替换成了纸张。妈，你这几天在老往外跑，忙啥呢？没啥，你别管了。她再怎么忙都没用，想要重新办理户口，必须要何慎业本人出面。一旦何建业出现，村里就会知道他假死跟村长女儿私奔的事儿。到时候不光是他完蛋了，村长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每次婆婆外出回来，家里都是冷锅冷灶，地里的庄稼我也不管，哭的哭，死的死，脏衣服堆成一堆，我也只洗自己的，绝不再给何家人剥削我的机会。但我也没闲着，我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这些天我一直在瞒着所有人准备知青返城的资料。在嫁给何建业之前，我是城里的老师，作为我们村唯一的老师，我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的。知青下乡的这几年里，我认识了何建业，两人最终喜结连理。要不是上一世被他们欺骗，我本该有光明璀璨的一生。返城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婆婆越来越看我不顺眼，时常对我横眉冷对。单亲家庭补助也没下来，村长说是补助名额给了其他更困难的家庭，没拿到补助，我第二天便喊来了货郎，直接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我家里所有东西都要卖，何建业的28大杠，我陪嫁的缝纫机，一个小彩电，还有我婆婆的梳妆台。放心，我这里的价格绝对让你满意。当婆婆回到家看见空空如也的屋子时，她爆发了。婆婆坐在家门口大吵大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毒妇，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家翻空才满意？不少村民都围过来看戏，对我指指点点。见到那么多人站在她那边，婆婆哭得更卖力了。她一边哭一边控诉我，欺负我一个老太婆，把家里东西都卖了，以后我还怎么生活呀？你是不是要逼死我才甘心？庄稼不去管，家务也不做，你就是这样照顾我的吗？我还不如去死了算了，我怎么那么命苦？都是因为你这个玩意儿，现在又要慢慢折磨死我，不给我饭吃，还背着我偷偷把建业的户口给销了。你怎么那么恶毒？听了婆婆的控诉，我也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我嫁过来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建业说走就走了。我一个女人10几亩地怎么干得过来啊？去申请补助也没成功，不卖掉这些东西，我们娘俩迟早饿死。给建业销户也是正常流程，人没了就是得去销户啊。村民们指指点点，听到我这样一说，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只能纷纷劝和。
我拿出了当初村民们随礼的册子，当初大家给的礼金都被我婆婆收着了，她防着我啊，不愿意拿出来买菜买米，我只能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换的钱我全都留着，一分没动。妈，我也是为了咱们能继续活着着想啊。有村民捡起册子一看，粗略算了一下，纷纷劝婆婆把钱拿出来，说这都有1000多了，够我们娘俩过大半年。秀兰嫁到你家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是啊，秀兰这些年也是任劳任怨，如今你家就剩下你们婆媳俩人，你们要相依为命，互相扶持才对。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什么钱不钱的，这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本儿。外人永远是外人，难道他还会真心为我可成？自己偷偷跑去把我儿子销户也不跟我说一声，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婆婆？听了婆婆的话，我哭得更加伤心。妈，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要去申请补助，就得有死亡证明、销户证明，建业都没了，销户是正常流程。你一直为了销户的事儿骂我，难道建业没死？此话一出，村民们都面面相觑起来。婆婆脸色一变，一边哭一边叫：我倒是希望我儿子没死啊，要不然我怎么会任由着你来欺负我啊？那你把礼金拿出来，以后我来规划这个钱。你现在不赚钱，什么都靠我，我还需要钱去买些种子回来种地。婆婆此时哪里还有钱？上次出去寄钱，她发现了儿子被销户的事，但钱盒子依旧没拿回来。铁盒子或许是寄给了王翠莲，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村民们也劝婆婆把钱拿出来，现在就我们俩相依为命，这笔钱给我规划着，买些种子、鸡鸭什么的来养着，以后生活也有保障。婆婆支支吾吾不说话，大家都看见了，我婆婆像防贼一样防着我。这礼金收了之后，我没看过一眼，之前家里的钱都是建业在管，建业去世后，家里的钱办丧事儿也花得差不多了。可即便这个情况了，婆婆还是防着我，一分钱都不想落入我手里。我不卖掉这些东西还能怎么样？村民们都同情地看着我，纷纷劝婆婆把钱拿出来。婆婆干脆破罐子破摔，一哭二闹三上吊，说我要逼死她。村民们眼见劝不动，摇摇头直接回家了。等人都走了以后，我双手抱胸倚靠在门框上，淡淡看着作妖的婆婆。没人看戏，她也不装了。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恶狠狠地看着我。我儿子死了，你就这样欺负我，你满意了吗，毒妇？看着她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微微一笑。是吗？你儿子真的死了吗？你什么意思？我没理会她，直接转身回了屋子里。知青返程已经开始很久了，我现在回去确实已经来不及。但王翠兰顶替我这件事没完，我不会放过她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婆婆带着钱踏上了城里的火车。根据前世的记忆，我找到了王翠莲顶替我的那所学校。知青返程后的学校都是重新分配的。前世何建业带着王翠莲出现在我面前时，王翠莲得意洋洋地说了很多，感谢你帮我和建业照顾婆婆，还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老公和工作单位，要不是你，我们一家现在还在农村呢。凭借这些记忆，我找到了那个学校。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蹲了好几天，终于看见了王翠莲的身影。她跟在村里的样子已经截然不同了，穿着一身波点的白色连衣裙，脑袋上别着一个红色发箍，脸上洋溢着笑容。王老师好，王老师今天真漂亮。我看着她气得牙痒痒，这个名额本该是我的，仅仅是因为王翠莲有个村长父亲和一个村支书大伯，硬生生让她顶替了我的名额和我的人生。我将自己乔装打扮了一下，戴上了帽子和围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王翠莲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已经买好菜等在那里。见到王翠莲后，何建言快步上前接过她手里的课本，但王翠莲却没给他好脸色，而是自顾自地往前走。我不远不紧地跟着，发现两人居然就住在我家附近的楼里。一直看着他们上楼，我默默记录下了他们的门牌号后跟了上去。刚刚走到门口，我就听到里面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每次都是再办了再办了，我会等你，学校会等你吗？你要是无法在学校工作，我们还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难道要孩子生下来后看见一个一事无成的父亲你才满意？何建业轻声哄着王翠玲：老婆，你再等等，
岳父那边说再等等我的户口就可以补上了。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那个贱人发什么疯，居然跑去把我的户口注销了。听到这温柔的语气，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何建业。之前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向是严厉冷淡的，何时那么温柔的开口哄过我？而且这才假死多久，就有孩子了。何建业贪图王翠莲的权势，王翠莲则想通过何建业到城里来。看来他们苟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两人渣男贱女，一拍即合。不等我多回忆，就听到砰的一声响。啊！你妈还说给我们寄钱，你看看这是钱吗？寄来一盒纸片哄谁呢？不可能啊，我妈不可能会这样骗我们的，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明天打电话问问我妈。再没有钱，我们的房租就交不上了。难道你能拉下面子来让我给我爸借钱吗？我爸本来就没那么看好你，要不是因为我怀孕了，你以为我爸愿意让我跟着你冒险？房租的事儿，我会想办法，你别动了胎气。王翠莲越说越委屈，小声的哭了起来。让你直接离婚你不肯，非要想出假死的办法来。这下好了，户口都注销了，要是再不把户口补上，你学校的工作也保不住，到时候我就回娘家去。你以为我不想离婚啊？可离婚对我的前途名声都有影响。放心吧，我明天打电话回去，尽快把户口补上，到时候去找你大伯和岳父开个证明，然后再到派出所去把户口补上就好了。听到两人争吵不断，我内心感到一丝畅快。次日，我依旧蹲在了学校门口，等到放学后看见王翠莲的身影后，我走了上去。翠莲，你怎么在这里？她看见我那一刻，顿时脸色大变，下意识的就想转身离去，却被我拦下。我看了看她身后的学校，又狐疑的看了看她。你在学校工作？我不是，我没有。王老师再见。她百口莫辩，只能点点头，强颜欢笑。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进来学校工作的？王翠兰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她总不能说自己是靠着村长父亲开后门，然后顶替了我的名额来的吧？看着她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我步步紧逼。我丈夫何志业死了，你知道吗？是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节哀啊。我不说话，只是直勾勾的盯着她。王翠莲做贼心虚，做事要跑。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下次再说。看着他的背影，我笑了起来。怕成这样，是怎么成为何继业的帮凶的？等他跑远了之后，我才回了自己家去。后面的2天，我每次都会在王翠玲下班的时候出现。直到第4天，王翠兰终于忍不住了。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看着他发疯，我抬脚想靠近，但却被一只胳膊从后面拽住。何建业的声音浑厚有力。别伤害我老婆。他将我狠狠往后一扯，我险些摔倒在地上。踉跄着稳住身形的时候，我抬头瞪着何建业，只见他将王翠莲护在身后，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可看清我的脸后，他的表情变得惊恐起来。是你？你不是死了吗？这是死而复生。你认错人了！眼看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村里都说你死了，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假死欺骗我吗？你为什么会跟王翠莲出双入对？你不喜欢我可以跟我离婚啊，为什么要这样骗我？我哭得情真意切，这次不是装的，而是真的在哭。我哭自己前世付出一辈子和真心，最后却只是在被利用。何继业、王翠莲还有婆婆、村长等人骗了我一辈子，让我搭上了自己的青春，让我被困在那个小山村里。这一世，我要让他们作茧自缚。不管什么年代，都有爱吃瓜的群众，更何况还是小学老师的瓜。虽然何建业还没有在学校任职，可他也去学校报道过，不少老师也认识他。更何况他现在是以王翠莲老公的身份出现的，天天的学校门口接他上下班，谁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你，你这个疯婆子！我们结婚3年，你怎么说不认识我呢？建业，妈说你被车撞死了，还给你火化办了丧事，你怎么会好端端的站在这里？为什么要说不认识我？我是你的结发妻子啊！旁边的路人纷纷指指点点，何建业拼命捂住自己的脸，口中念叨着没有没有。这个薄情的男人只顾自己，早就忘了大着肚子的情妇了。难道你编造出假死这样的谎言，就是为了跟王翠莲在一起吗？她是不是怀孕了？你怎么能对不起我？
距离何建业假死也才过去1个多月，看来他们苟合不是1天2天。3个月前发现怀孕，就想出了假死这招来。众人纷纷看向他微微隆起的小腹，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结婚证。结婚照上有我跟何建业的合照，还有印章。一时间，大家都议论起来。吃瓜群众把我们3团团围住，这下何建业想走都没得走了。我不认识你，你这是污蔑诽谤！结婚证就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说不认识我？王翠莲，我们一个村长大的，你怎么能抢走我老公？你破坏了我的家庭，以后我还怎么活呀？不是我。大家别听他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他，这都是假的。我真的以为你死了，还去给你办了销户，没想到你居然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怪不得他一直没法办入职，原来户口出了些问题。应该是怕抛弃糟糠之妻被人诟病，所以想出假死这招来，又不用背负骂名，又不会被妻子缠着，真黑心。何建业的脸色无比难看，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恶狠狠地盯着我，似乎想把我生吞活剥一般。这里的骚动将警察引了过来，我们仨都被警察带走。我将事情前因后果和盘托出，隐瞒了自己重生的事，只说来城里看看，刚好遇到了他们。警察的脸色从震惊转为阴沉，似乎没想到居然会有人为了出轨而做到这个地步。何建业假死只是为了搞婚外情，不涉及法律问题，警察对他只是口头警告。何建业在派出所门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你，我和翠莲才是真爱，我们好聚好散吧。同志，我要举报！我拽着王翠莲重新走进派出所。我要举报！他爸爸利用村长的身份，让他顶替了我知青返城的名额，还走后门给我丈夫开了死亡证明。我们村长在镇上的医院和火化场均有人脉，希望你们能一一严查。闻言，警察快速立案。何建业跟王翠莲恨不得掐死我。刚出派出所的大门，两人就想对我动手。积点德，别生下孩子没屁眼。你说谁呢？要不是你，我们都不会走到这一步。你这个扫把星，当初就不该娶你。王翠莲也一脸怨毒地瞪着我。两人灰溜溜地回了乡，想找王翠莲的村长父亲想想对策，可被我举报后，村长和村支书很快被查。警察专门来到村里宣布，村长和村支书被查出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多项罪名，两人还利用职务之便给家里不少亲戚开后门，民怨沸腾，数罪并罚。伙同他们骗人的医院和火化场2个工人也被停职调查，希望各位村民引以为戒。王翠莲也被学校给开除了，她哭着回了娘家去。王家把持着村子作威作福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何建业假死的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村民们都跑到他家去索要之前给的礼金。钱是不是被你偷了？为什么我给翠莲寄过去的会是空盒子？我怎么知道？万一是你要留着给自己买棺材也说不定呢。你有必要做的那么绝吗？有你假死绝吗？自己老妈都不管了，假死跟着村长女儿双宿双飞。要不是我进城遇到你们，你们还要欺骗我多久？村长女儿还顶替了我的名额，你们俩想自己在城里过好日子，门儿都没有。如今村长一家都被查了，职位被撤不说，还得坐牢，这样的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婆婆坐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喊着我是丧门星。何建业想伸手来拽我，我冲进厕所拿出了一把粪瓢到处挥舞。这房子现在在我的名下，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房子，我迟早会要回来。我没给他们回来的机会。新村长上任后，我去了村长那里，将房子公证，证明是我的私有财产。新村长十分公正清廉，一心为百姓，当即就为我做主，要求何建业母子立马搬走。开门，你给我开门，这是我家。何建业来闹根本没用，因为当初这房子是他妈亲自答应给我的，当时只是想着缓兵之计，没想到真被我抢走了。两人闹了几天，发现没用，只能去求王翠莲想去他家借住一段时间。因为村长和大伯落马的事儿，王翠莲心里正憋屈着呢，她立马打掉了孩子，跟何建业撇清关系。你们2个扫把星还敢来找我？何家人来一个我打一个！何建业也没办到新户口，由于天天被村民追着返还礼金，最终不堪受辱，只能带着他妈妈逃去了城里。王翠莲在村里的名声也臭了，大伯和父亲一家也对他恨之入骨。若不是因为你非要跟何建业在一起，我们一家哪里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不久之后，王翠莲也进城打工去了，而我也不想在村里多待，同时也不想让何建业母子俩回来住。想来想去，我把房子交给跟何建业一家有世仇的张大头家借住，不收租金，唯一要求就是不让何建业一家进入房子里。处理好一切后，我回了城里，虽然已经错过了工作的机会，
但我也通过上一世的记忆，知道什么风口做什么生意最好。一开始我只是摆摊卖一些衣服，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开了好几家服装店。何清叶母子俩虽不甘心，也无可奈何。张大头，这房子可是我家的，你凭什么住着不走？你家你还有脸来？这房子现在归谁管？用不着你操心。你跟我家有仇归有仇，房子的事儿咱得讲理。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看看。讲理？行啊，人家把房子交给我看管，就一条，绝不让你们踏进去半步。听明白没？我一直没有再婚，经历了2世的我，认为爱自己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一边做生意，一边上了成人业大，有钱有时间，我必定能活出精彩。再次得知何建业几人的消息，已经是几年后。张大头存了不少钱，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虽然宅基地不能明面上买卖，但可以请村长公证。张大头给了我一笔钱后，地契在村长和其他村干部的见证下过户给了他。反正我在城里扎根，在这个村也没有任何留恋。张大头拉着我，让我在家里喝杯茶再走。闲聊期间聊起了何建业几人，他一直没能补办上户口。你是不知道，这种黑户补办户口有多麻烦，光跑腿就得跑断腿。也是，更何况他这种假死又出轨的。可不嘛，每次去补办都有各种阻碍。他一个知青，没户口就别想做以前那种体面的活了。那他现在干啥？只能在工地上当黑工呗。黑工的价钱比别的工人低一大截，可他为了吃饭有啥办法？他村里唯一的房子没了，现在是真正的无家可归。他妈体弱多病，母子俩只能在工地附近的集装箱里生活。因为脏乱差的环境，加上时常吃不饱饭，何建业他妈没多久就去世了。听说何建业连安葬他妈的钱都没有，还是求助了当地公安才将母亲火化。由于村里人不愿意接纳2人，何建业的母亲没地方入土，何建业只能将骨灰一直带在身边，成为一个流浪汉。人生世事无常啊。还有王翠莲，她呀离开了村子，据说是嫁给了一个光棍，但过得很不好。有一次她带着3个孩子来投奔娘家，但娘家因为她一落千丈，谁都不待见王翠莲，硬是拿扫把打了出去。我也是被骗了，如今那个男人天天打我。要是你们也不管我的话，我就不活了。没有人回应他，王翠莲最后还是灰溜溜的回了夫家。我以为何建业和王翠兰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命运还要给他们安排最后一次荒唐的重逢。那是几年后的事了，我的服装生意已经开了第5家分店，日子过得充实又自在。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电话是张大头打来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秀兰，你猜我今天在镇上看到谁了？何建业，他居然讨饭讨到咱们这儿来了。原来何建业带着他妈的骨灰盒四处流浪，这些年辗转了不少地方，他找不到正经工作，靠乞讨为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他居然一路要饭，要到了王翠莲婆家所在的村子。何建业是听说王翠莲嫁了个光棍，日子过得也不好，想着去找她要点吃的。谁知道王翠莲那个丈夫是个暴脾气，看见一个叫花子站在家门口，哪来的讨饭的？一大早触我的眉头。何建业饿得两眼发昏，死皮赖脸不肯走，嘴里还喊着翠莲的名字。王翠莲出来一看，差点没认出来，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的乞丐，竟然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知青何建业。他愣了好半天，才从那张脏兮兮的脸上辨认出旧日的轮廓。两人对视的那一刻，恨意瞬间淹没了所有的旧情。王翠莲想起自己因为他假死的事，全家遭殃。要不是你，我父亲和大伯怎么会坐牢？都怪你，我也被学校开除，名声扫地，最后只能嫁给一个会打人的酒鬼。何金叶则想起自己好好的日子全被这个女人毁了。要不是你勾引我，我也不会想出假死的馊主意，自然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两人先是互相咒骂，骂着骂着就扭打在了一起。王翠莲揪着何建业的头发往墙上撞，何建业掐着王翠莲的脖子不撒手。王翠莲的丈夫从屋里冲出来，看见自己老婆跟一个叫花子滚在地上，当场就火了。他一把拽开何建业，问王翠莲这人是谁。这就是那个害了我全家的何建业。她丈夫一听，脸色更难看了。他早就听说过老婆以前跟一个知青搞在一起的事，心里一直有根刺。如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居然找上门来，王翠莲的丈夫觉得自己男人的脸面被踩在地上摩擦。哟，这就是你当年拼了命要跟的男人？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是个要饭的。当初为了他弄得满城风雨，现在看看，你这眼光可真是不一般。王翠莲被戳到痛处，哭着要跟他吵，却被一巴掌扇倒在地。何建业不知死活地冲上去要打王翠莲的丈夫，嘴里还骂骂咧咧。他这副身板哪是人家的对手？对方一脚踹在他膝盖上，何建业惨叫一声摔倒在地，抱着腿疼得满地打滚。真晦气，
哪来的死狗，只配活在村口的垃圾堆旁。后来还是村里人看不过去，叫了卫生院的人来。何建业的腿算是彻底废了，从此以后只能拄着棍子一瘸一拐的走路。至于王翠莲，她在那家的日子更不好过。听说她男人知道何建业来过之后，但凡喝了酒就拿这事儿打她。哎，可不是嘛，她也想过跑，可她娘家早跟她断了关系，村里也没人愿意收留她，只能一天天的熬着。哼，难怪乡亲们都说这是报应。我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什么好感慨的，路都是自己选的。真正让我上火的是另一件事。王翠莲的大伯，也就是原来的村支书，出狱以后一直不甘心，他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现在灰头土脸的，总觉得是那间房子闹的。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何建业那间祖宅本来就该是何家的，现在被张大头住着，凭什么？王翠莲的大伯联合了自己几个本家兄弟，找到张大头。当初何家人把房子转给那个女人的手续不合规矩，我们要求把房子收回来，重新分配。张大头是个粗人，但心里门清，他当场就把这几个人轰了出去，转头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听完以后没着急，让他先稳住，我自有办法。我连夜赶回村里，去了新任村长家里。我把当年过户的所有手续、公证文件、村干部签字的证明，一样一样摆在村长面前。这手续齐全，谁也翻不了案。第二天，张大头按照我的意思，在村里的大槐树下摆了几桌酒，把全村人都请来了。酒过三巡，张大头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王家大伯想骗房子的事一五一十讲了出来。他嗓门大，说话又粗俗，把王家人那点小心思扒得干干净净。这房子是秀兰花钱从何家买下来的，手续齐全。我后来又花钱从秀兰手里买了过来，清清白白。他们王家凭什么来要？凭他们脸大，还是凭他们坐过牢？村民们哄堂大笑。王翠兰的大伯脸涨得通红，想辩解又说不出话。他几个兄弟更是低着头，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张大头越说越来劲儿，还把当年王翠兰顶替我名额、何建业假死骗人的事儿又翻出来嚼了一遍。王家人干的好事儿，害了秀兰一辈子，现在还有脸来抢人家的房子。我张大头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知道羞耻两个字怎么写。你们王家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赶紧滚出这个村，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村民们指指点点，王家人再也坐不住了，灰溜溜的散了。从那以后，王翠莲的大伯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来。没过多久，就带着一家人搬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这些事情忙完以后，我回到城里，继续打理我的生意。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服装店越开越多，从零售做到了批发。我买了房子，买了车，每年都会出去旅游几次。我努力充实着自身，我经历过两世，比谁都清楚，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有一年春节，我回村给父母上坟，路过当年的老房子，张大头已经把那栋房子翻修了一遍，院子里种了菜，养了鸡，看起来生机勃勃。他看见我，非要拉我进去吃饭。饭桌上他喝了点酒，又说起何建业的事儿。秀兰，你是不知道，何建业那个瘸子后来跑到县城去了，在桥洞底下住了大半年。听说去年冬天冻得不行，跑到救助站去了。人家一查，他没户口，还是个黑户，差点给送到监狱里去。后来不知道去了哪儿，反正再也没见过。我端着茶杯没说话。窗外的阳光很好，落在院子里金灿灿的。我想起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嫁进何家的时候也才20出头，以为嫁了个老实人能过一辈子安稳日子，谁能想到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好在老天开眼，让我重来一次，我没有辜负这个机会。